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藏玩阁新出的这一款应龙卫合体的钢雷盒子，还是非常巨大的。说明书全彩的印刷，中英文双语，变形的步骤非常多，但是就算这样都没有把所有的细节展示出来，所以参考的意义不大。一张镭射收藏卡。哇，这个其实还是挺厚的，并且封了金边儿。以前我们这儿本地人总骂人啊，你这咋地个镶了金边儿的？哎，这回这玩意儿真镶金边儿的啊，亮闪闪的。另外还有一张魔术卡，切换角度可以在2个形态之间转换，哎，挺漂亮的。此外还有一张堪比鼠标垫的魔术色卡，也是可以在2形态之间进行切换。我们来看玩具的本体，造型上面来说还是非常帅气的。背后这里甩下来的一个龙头龙尾，其实造型上也有一个很夸张的提升。会有一个非常硕大的背包，当然这个是它的武器组，将来的玩法也非常多嘛。身上360度，并没有什么偷胶空洞的地方，该遮的都给你遮了起来。龙腿收纳在小腿肚子里边，这一块填补的很好。头雕的造型设计的非常漂亮啊，并且后半个脑子全部都是透光的透明零件，稍微给一点灯，这个眼睛的透亮度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上面的这些小细节涂装印刷很丰富啊。脖子球形关节来回的点头抬头有一些啊，不过360度旋转的话是做不到的，脸颊旁边会被合体的滑槽卡住啊，算是一个高领的设计，但左右旋转的幅度倒是也够。肩胛这里可以上下抬动，独立的活动连接，胳膊平举，能举到挺高的幅度。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前后旋转这里很生涩的一种声音啊，其实是因为赛钢料子为了它的坚固性啊，所以磨起来会有嘎吱的声音。胳膊肘的关节是合金的零件，双段曲臂幅度非常的大。手腕可以左右旋转，并且这里边有一个开合的关节，全指可动手。胸口用了这种磨砂的透明零件，里边是金属漆的透出来的感觉，非常漂亮。弯腰关节独立运作，左右旋转360度没有问题，并且左右歪腰是有一定的幅度的。胯部前踢可以达到90度，根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紧的赛钢轴，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下托的关节，可以把它拉下来活动一些方位。侧踢是齿轮关节，可以举到很高的幅度。后踢大概也可以踢平。大腿根部左右旋转，膝盖合金的关节上方这里是齿轮，这一段基本上就可以折到90度了，并且这里边的挡肉零件造型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再下方的这一段继续折叠，根部的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双段的关节啊，可以进行一些微调，让腿部曲起来更加的自然。对折的幅度也很大。侧裙甲和前裙甲的根部这里其实都有双段的关节，可以进行上下的微调。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但因为这个变形的关节啊，脚尖这里可以活动，脚后跟这里也能旋转一点点。所以当它站立摆放的时候，背包这一块会很大很重，记得调整重心的位置。这款的背包有很多的玩法，首先第一步把这一块银色的翻折出来，稍微的挪开一点点方向，把这个杆子整个的旋转到这一面来，打开这一块卡扣，然后根据这处的双段关节往上翻，这里边有2个扣子啊，对准同时的插进去。从握把根部旋转180度，再把这一块锁下来，棍子拉长，巨大的斧头就可以杵在地上了，但这玩意儿确实非常的重啊。双手握持的话，其实对于关节和手指的这些支撑力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第2种玩法，我们把这个锤头顺这里拆下来，稍微的给它变形一下。首先打开这一块的盖子，插得很紧，双段关节翻折一下，和另外的一侧扣上。接着顺着这一面打开，延展出来，注意下方这里的这一节手指头不要绊倒。
里边会有2个红色的棘刺，上方顺着根部180度旋转出来，下方这里要横着转一下。接着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黑色的方框，往下推一推，推到底就可以把这2根大指头摆出来。人形的手臂需要收纳一下，拳头先握起来，打开小臂上方的盖子，后边这里掰开这个脚趾头，在往内折的时候啊，注意调整根部的这个球形关节和后方的一个位置啊，稍微的让一下，这一块才不会干涉。换一个方向，180度翻进去，盖板，对准卡槽插住，接着把这一块根部双关节折上去，脚趾头旋转90度，翻到这面的外侧。然后记得还有一个小细节，这有一个翻板，折下来，把指头稍微的挡住。现在安装就可以掏出这个大袖套。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是放这个恐龙脚趾头的，上方的卡扣对应小臂这个位置。先把一面进行结合，插上，再把这一圈包过来，卡住。好，这样就把2个大的夹子装在了手臂上。巨大的机械臂，厚重的质感，2个大拳套攻击起来，在近战模式下，攻击力也是相当恐怖的吧。哇，太帅了！不过这个大拳套还有2根棍子可以从这样翻折出来，说明书并没有画是干嘛使的，这个我估计是在最后合体的时候用到的吧。然后咱们来变形下一个模式，首先翻到后背来，拆开这一块的背包卡扣，整个的拉下来，然后顺着根部腾出来空间，旋转个180度，把这一块的 T 字连杆整个的翻转一下，然后从肩膀位置看，中间的这一块 L 型的转轴根部其实是有插销的，顺着这个位置打开它，向下撇一点点，先让出来空间，然后把这个 T 字连杆的位置整个的插到后背上，中间这里有插销，给它固定。接着把这一块旋转过来，再拧一下，让这个 L 型螺丝孔居中，倒一下位置，注意这个边缘的造型，对准了。接着整体的胳膊旋转个180度，折到上面去，肩胛归位。这块根部的造型零件往下翻折，然后往内收，顺着这一块折进去。这一块肩胛可以稍微的旋转一个方向。后背这里2个胳膊，正常的手臂，旋转过来。在恐龙的脚底这里会有2个炮口，可以把它做成2个肩炮，就变成了长机械臂。我更愿意称其为张武飞模式。不过看起来其实和官图的造型不太一样，原因在哪里呢？背包的这个位置梯形，我们打开它，其实中间还有一段旋转的关节，按自己的喜好吧，龙头在哪面都行。翻转过来，这不龙头就到这个手了。肩胛的造型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像说明书的那个样子，把它翻转一下立起来。所以这个形态的自由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模式，尾巴抬起来，中间这里有非常多段的旋转关节嘛，都可以来回的活动。这个时候我们拆开这一层，把这个地方旋转180度，接着顺里边还能顶出一个拳头，然后再打开一段 V 字折叠，收回去。然后再打开一节 Z 字折叠，收回去。那这样就变成了正常长度的这么一个手臂。但是我发现这个拳头的大拇指在这边啊，其实我一开始变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官图呢，龙头在这边，其实反而是反的啦。所以咱不着急，先把龙头这一块转出来，手臂旋转。盖回去，
这个位置的插扣一定要扣到底，扣结实了，不然它一层一层包进去的话会卡住的。再一个 V 字双段收纳，然后再打开一层 V 字收进去。好，胳膊两面的方向我们已经换过来了，龙头搁在了这只手臂。这个时候肩膀上边有一个滑槽，往下拉，这地方还挺紧的。脱下来这一节，手臂旋转90度，这个也是说明书没有画的地方啊，好多小细节都缺失了。所以看说明书，这只手是龙头，这只手是尾巴。其实如果你把它叠起来露出拳头呢，其实是反的。这也证明了藏丸阁东西做的是不错啊，但是每次这个说明书画的，问题太大了。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性的把后边的这2条回归到人形的胳膊状态，或者把这2个大炮筒子插上，变成这种4臂的模式，又是一种玩法。可以说，就目前来看，光在人形状态下，这些手臂了、龙头、龙尾，还有这些背包的炮筒子互动的玩法，已经是相当丰富了。更何况它还可以变形，外加合体呢。我们先来把它变成单体的恐龙形态。变形第一步，我偷个懒，咱们先回归到这个张武飞的模式，然后转到后边来，拆开胳膊这2处的旋转位置。记得把这儿拨开旋转，然后后背中间 T 字的卡子，先把这一块卸开，掰松。好，翻到正面，打开胸甲，脖子90度收纳到肚子里面，再盖上这个盖儿。这里的肩带双关节先翘起来，拉松备用。肩膀的这一块旋转关节回来的时候定位注意，人形态卡在横着的这个地方，龙形呢斜着卡在下方的这个插槽里。然后把前肢扭过来，放到正确的角度上。肩膀的这一块装甲双关节先拉起来，旋转90度，再往回收。收下来之后，肩膀上方这块银灰色的面板双关节往前翻折，卡进去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凹槽，把这转轴扣下来。继续翻到后裙甲，整个的这一片双关节拉起来，然后往外翻折。打开一个这样的角度，接着后背的这一条旋转下来，再转横90度，头和尾巴先放好，这一节拧一下，提上去。脖子根部的这一节，顺着里边的关节，齿轮位置先旋转个180度，然后把这块提起来。再旋转180度，拧成这个角度。这一块往前放，领子后方有2个凸起，对应银色零件的凹槽，把这里嵌合扣上去。先把这一块定住，然后这一片后裙甲，2块金色的零件通过双关节旋转过来，这里边是一个挂钩，上下套合在一起，咬住。顺着这一块的零件根部的转轴往上提，注意它根部这里其实是多段的活动轴，来回的调整一下。我们还要把这一块的根部斜着提上去，这样才够得到。把这个孔槽先挂住，脖子就可以回归了。顺势前方刚才我们腾开的肩带，双关节提上来，根部这里的插槽跟边缘结合。锁上，侧裙甲打开一点点，顺着里边的关节向上旋转，多转一些啊，把它插到这个凹槽里面去。当然有人说，会不会直接跟这样提上去更方便？不能啊，边缘的这个地方会卡到的。你只能跟这边倒着转，这样的空间会更多一些。塞到这个缝隙里边去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小腿的变形，这块的变形还是非常有趣的。
首先，脚踝这一圈里侧这里有一个扣子，把这片装甲拨松，然后顺着小腿肚子、双关节 V 字把它拉出来。来看脚丫子的变形，这一块装甲先旋转提上去，脚踝转一下，旋转180度。脚后跟的位置这里有一个滑道，把它缩下去。中间这块是大合金的零件。脚背打开，顺着这里的 Z 字折叠，把它缩短，再把脚背盖上。哎，于是人形很长的一只脚就缩短了，变成了龙形的这个后脚。其实这一块也算是一个质量转换的技术啊，挺有趣的。顺着这块根部旋转180度，把它拧出来，往下回归，放在这外侧。上面的这片装甲挪过来，红色的零件盖上去，这一块向内折叠90度。小腿变形完成之后，要往回卷，记得这一块双段关节根部的这个齿轮，先把它掰到底，掰到掰不动为止啊。再把上面卷回来，注意一下避让边缘。好，整个的小腿跟大腿折叠盖上去，上方这里的膝盖甲双段关节往前搓，跟这里的扣子结合。这里边注意双段关节的这个膝盖一定要拉到平行的，而且这一块根部的齿轮关节要折到底，那腿部这一块就找准位置了。背后这一块有一个金色的钩子，跟膝盖甲这里挂上去，锁住。两边同样变好之后，把屁股后面的扣子左右夹紧，再调整一下上方的钩子，锁下来。最后裙甲这里的扣合，注意一下，有可能这个扣子会够不到，为啥呢？说明书里边没画，它这个大块是可以往下拉的。我们把它拉到底，推下来。哎，这个时候双关节往下搓动，就刚刚好，找准扣眼儿，锁上去。最后我们再从尾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肩胛和尾巴的造型。后腿部分的这块装甲吧，其实按说明书它是让你变形成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个人感觉，把这一块刚好挪过来，遮住这个窟窿，让这转轴跟这块起到一个装饰性的联动效果啊，其实也不错。最后把龙头立好，嘴巴打开，背后这里把背包往上一插。恐龙形态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其实整体来说，这个人形到恐龙的转换过程倒是并不复杂，该有的一些卡扣和定位的点，其实你变到了以后，它就等在那里，直接锁上去就行。让人不爽的是，说明书并没有把一些细节刻画出来，你在变形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猛的，尤其腿部最后包上来插一些卡扣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的够不到。最后研究一下，原来说明书漏画了胯部的下拉关节。那整体看这个龙形的样子还是非常帅气的，头和尾巴也是非常长的，上面多段的活动关节，来回扭一扭，摆一些造型。腿部这里来回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变形完成之后，长度这一块也是非常惊人的，头至尾差不多56公分左右了。这还不是完全延展开的状态，到背包的高度在22公分左右，头部完全直立的情况下接近30公分。哎，我人形态是不是忘量高度了？咱们一会儿再说。接着咱们再把它变成合体的一条腿，这个过程就比较麻烦一点了。首先是说明书很多的地方没有画仔细，其次调整起来最后的密合有一些困难。而且说明书画的变形步骤其实干涉的特别严重啊，照着说明书画挺容易蹭漆，还有一些边缘容易划伤的啊。反正按我个人的理解来吧。首先尾巴这里搓开，把这块装甲打出来，拆开下方这里的2个钩子，前方的肩带这里稍微的拧一下，腾出空间来，把它卸开。主要呢也是为了卸开这一块背甲的活动空间，把这钩子脱开，撩起来。然后说明书现在让你去旋转中间的这根脊椎啊，其实这个操作过程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把这些地方先都拆松，解放开。
胳膊的造型这一块变形，先把它旋转一下，肩膀归位，回归到人形态的装甲，折叠过来，然后对折一下，顺着小臂回归这块盖板，然后打开这个扣子，接着脚尖的这一块双关节拉起来，旋转一下，跟拳头更换一下位置。这里往回收的时候也注意根部这里，因为照顾可动嘛，有一个球形关节，所以稍微得调一调，别让边缘这边卡到了。好，回归成人形的胳膊，把它扣上，这个不要往回合。接着胳膊双关节对折，卡到底。我们现在需要拉起肩膀的关节，双段往前折，盖在这个拳头上。相当于把拳头遮起来了，变成这样。然后先把胳膊拉开，主要是腾出来侧裙甲的活动位置，把它挪到这边。这里还有一段折叠的关节贴进去，这一块往前先收一下。接着前裙甲根部这里继续一个双关节提上去，这两边也双关节继续往上提，腾出更多的空间来。膝盖甲打开这片扣子，双关节往下搓。我们需要让一下这一块裙甲的位置，完全的避让。好，挪过来，打开它。这个关节的走向尤为重要啊！现在需要往里折叠，让这一块可以往后旋转的关节叠到上方去，收到内侧。接着90度拧过来，肩胛的位置提到这一面，另外一侧同样转到这个方向往内收，相当于一个蛋卷的形状。把这个连接的关节卷过来，往外折，根部拧一下。这条手臂我们还要旋转一下，把龙头转过来。最终变好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把这两个方块的轴卷到内侧去，然后两个肩胛在上方，龙头和尾巴顺在后面，这个我们目的就达到了。接着把背后的这个 T 字锁回来，胳膊的这两块先让一下，勾住，两个肩带往前折，胳膊旋转到什么位置？大概这个小臂跟这块腿甲的边缘能放在一起就可以了。然后呢，依旧是腾开空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个后裙甲顺着根部的轴旋转个180度，拧一下。主要是这里面需要注意的点，我们打开来看，它这一块相当于是一个三角形的连接杆，转着根部，我们把它转横过来，让这里呈现出来两个更大的空间。接着再调整根部这一块的旋转关节，摆成这样子，一个竖着插在里边的板子的连接杆。接着看这里边的多段关节，我们把最边缘的这个圈往下压，这回的角度找的就差不多了，就可以把小腿前方的两个扣子先跟这块装甲结合起来。下面是最难的一步，我们需要把这一块贴齐，记得倒数第2节一定要贴到紧实，再把最后一节双关节折下来。另外的一面同样把这一节折到底，然后把脖子顺着根部双关节翻下来，记得把关子旋转180度拧成这样，然后咱们把中段这里缩进去，缩短它，脖子再打开，一直往内收，尾巴继续往里收缩，尽量缩到短短的。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条胳膊装进这个空间里面，对齐，然后肩胛这里双关节滑下来。现在还需要调整的位置在哪儿呢？也是腿部的这一片装甲，
往回扭一扭，来回的调完了呢，这2个钩子啊，最终要调整勾住这2块孔的边缘。好，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难的，一点一点来吧。好的，也是调整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终于把这些扣子都定到位了。这些地方的结合是相当的耗时的，因为并没有一个理论上你觉得应该扣在哪里它就定到位的那种感觉啊，需要来回的调整。最主要的注意事项啊，还是在膝盖这里的3段关节。第一段的合金齿轮关节一定要掰直了，然后通过这一块的双段关节，把它摊平折到底，主要也是为了腾出来最后组合脚部滑动的这个槽。看一看你的膝盖有没有折到这个位置，然后是前后这2个扣子的插合，一定要调整一下，把它插到底。这个时候，后边的这对足我们就旋转一下，红色的地方有一个插扣，对应大腿上边的一个孔，旋转过来就扣上去。如果你前面做的这些都变形到位了，那这个扣子就不会干涉到啊，直接怼上去就行了。脚尖往前折叠，顺着这一块往内扭，让脚底板完全的贴上去，贴成这样，就是说明书指示的一个变形状态了。那最后完成呢，其实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锁定啊，咬的还是非常结实的。但是让我有些遗憾的是，2块肩胛无法像说明书那个样子跟这一块扣得很严实。说明书上这个肩胛和这一块龙脖子的位置啊，扣的缝隙是非常小的。但是这个我已经调整了很多次了，就已经极限了，很难再挤进去了。可能是里边还有什么地方没到位吗？反正这一块调整起来，你得且慢慢的折腾了。单体的人形是非常帅的，身材比例也好了，包括它的各种玩法，手臂和龙头、脖子、龙尾巴这一块的一个转换，四臂模式、张五飞模式，还有背包上边2个大炮筒子装在手上的大机械臂模式，这些玩点都是非常丰富的。漂亮的涂装，精良的做工，该用合金用合金，该用赛钢料用赛钢料。恐龙形态的变形难度并不高，环环相扣的锁定让最后的龙形完成效果一体性非常的棒，而且整体的一个曲线过渡也是很漂亮的，既能保证龙形脖子、尾巴、四肢的一个高可动的范围，又能在人形的状态下把这些零件都运用起来，是一种很巧妙的做法。但最后的合体形态啊，需要调整的位置太多。其实它最后完成的这个大腿的模式啊，小腿的模式吧，看起来还是挺粗壮的，而且如果你扣到位的话，还是很结实的，各种维度的锁定，环环相扣的咬合，所以它支撑起整个应龙卫的上半身，问题是不大的。但关键就是你在变形过程中需要调整这些地方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定位感。我觉得这就是一些第三方玩具啊，尤其在设计的时候，这些设计师们考虑的稍微差那么一点火候的地方，咱就把该变到位的那个角度做一个定位，或者说做一个扣子，不需要它的一个插合力度，只是告诉玩家你变到这个角度，然后再去跟别处锁，那样就理所当然了。其实对于把玩体验上边，这个会更加的友好。现在嘛，处理完成的效果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过程啊，我刚才就光调整这一块密合的时候，大概用了1个小时左右，我一点都不夸张，我在一点一点的尝试，一点一点的挪，而且其实这些需要干涉的环环相扣的位置，比如说这块合金的第一段齿轮关节如果没有折到位的话，你需要把这些位置、这些位置、这些位置、这些位置全部拆开，再一点一点的找角度，找到了最正确那个角度的时候，再把它一层一层的锁上去。尤其在说明书画的那么笼统的一个前提下，其实单凭经验去变形它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这就是我给它的评价。如果钢雷是一款不涉及合体，单独的一个可变形成恐龙的机器人，那这款作品其实可以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了。但最终的合体形态的这个变形过程以及来回调整的这些上手难度，难免还是会欠推很多新手的玩家。那么得嘞，这一期就是这样了，大家觉得这一款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